今天咱们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沉重，甚至有点令人感到窒息的话题。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2月10号，在加拿大 BC 省东北部那个因为恐龙化石和煤矿工业而闻名的宁静小镇坦布勒岭发生了一场令全北美乃至全球媒体都震惊的校园枪击案。那么目前官方披露的数字也是很惨烈的，共有9人遇难，其中包括多名年纪还在12、13岁的中学生。那受伤的人员更是多达将近30人。但是这起案件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不仅仅是这些冰冷的数字，而是那条从家里深处蔓延到公共领域的血色轨迹。那根据目前的调查这并不是一场毫无预兆的纯粹的校园枪击。那么血腥的种子实际上是先在家里就已经开始发芽了。那么在警方接到学校报警前不久距离学校不远的一处民宅内就已经发生了惨剧。那么当警方随后封锁现场的时候在那个房子里边发现了2名遇难者，分别是枪手39岁的母亲詹妮弗·斯特朗和他11岁的兄弟艾米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枪手在持枪闯入校园之前，在家里就已经有一轮残忍的大开杀戒。那么这种从私欲暴力向公欲屠杀的蔓延，也是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特征之一。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校园枪击是随机的无差别攻击，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它更像是一个人彻底绝望崩溃以后，先摧毁自己最亲近的社交圈，然后将积攒的戾气在最脆弱的那个社区心脏，也就是学校里面彻底引爆。那么这种从家庭内部施暴到公共屠杀的转换也揭示了一种极端的人格瓦解的过程。是当一个人决定不再回头的时候，他才会首先要毁掉自己的退路。那么凶手来到坦布勒岭中学以后在短短的时间内6名无辜的年轻生命就在教室里永远停止呼吸了。那么现场的惨烈程度也可以想象。根据最新的数据这起案件最终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约27人受伤，其中2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不得不动用直升机空运到大型的创伤中心来进行抢救，其中一个孩子已经被运到了温哥华的儿童医院。那么在这场混乱当中BC 省的紧急警报系统曾经发布了一条让所有人有点疑惑的指令，说要寻找一名穿着连衣裙、棕色头发的女性。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最终也确认了凶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18岁的本地居民杰西·范·鲁茨拉尔。那么这个人才18岁本该是迎接真正人生祝福和憧憬的年纪，那他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么一串绝望的子弹来作为自己的成人宣告呢？那么这就要提到枪手的另一个身份也给这层绝望涂抹上了一层更复杂的色彩。这个杰西是一名跨性别者。他虽然生理性别是男性但是在6年前，也就是大概他12、13岁的时候开始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就从那儿开始了这个性别转换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警方最初发布的紧急警报当中，那个穿着连衣裙、棕色头发的女性的描述并不是杰西随意的伪装，而是他长期以来身份挣扎的一种外化表现。那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得客观地审视一下这个杰西所生活的环境坦布勒岭是一个典型的加拿大的北方的工矿小镇。那么这儿的文化底色自然也是偏坚硬、传统，甚至是有些保守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崇尚体力劳动，甚至带有某种硬汉文化色彩的这个社区里，那么一个处于性别认同挣扎当中的一个青少年，他所感受到的那种社交孤立和环境压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种身份的错位，加上可能长期存在的什么校园的霸凌或者家庭的矛盾，那么就有可能是他在内心深处构筑的那个极其黑暗的那个孤岛。那么尽管关于他的犯罪动机，警方还没有确切的信息披露但是咱们其实根据这几个维度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不难推测这个青年大概是经历了什么。我们知道18岁在任何的这个文化语境下，其实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生转折点，因为它意味着你从受保护的未成年人，正式踏入了成年社会的这个森林。然而对于生活在坦布勒岭这样的一个工矿小镇的这个年轻人来讲这个18岁并不总是意味着愉快的成人礼，它有可能会更像是一场关于生存的审判。坦布勒岭这个城镇的经济是高度依赖煤矿业的主要是炼钢用的那种焦煤。
那么主要的支柱企业呢，也是当地的这么一家煤矿啊。那么其实这么多年来呢，这个整个城镇的这个脉搏也都是随着这个煤矿在跳动的。那么在2016年左右，这个矿山停产的时候，这个城镇的失业率呢，曾经一度飙升到了23%。那么近年来呢，随着这个矿山重启呢，人口呢也逐渐回流到了现在大概2700人。那么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呢，也都有所好转。但是问题是呢，这样的地方呢，它的就业结构是极度单一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作为年轻人，你将来如果不从事采矿或者相关的知识性的行业呢，那么其他的能提供类似这种薪资水平啊，或者其他的专业化的工作机会就非常的匮乏。那么你想这样的话，对于一个18岁的这个青年啊，如果他的学业没法让他走出落基山脉的阴影，但是本地呢又无法提供能够承载他那种自我实现价值、自我实现理想的工作岗位，那么这种对于未来的这种极度迷茫，在某些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被社会遗弃的一种绝望感，他没有选择。所以当一个年轻人看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他眼中的世界也很快就会是灰暗，甚至是敌对的。更何况呢，这还是对一个跨性别者。我们知道，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啊，多元性别认同呢，这些年其实早就已经是社会的常态了。但是在坦布勒里啊，在这样一个人口不到3000人，以重体力劳动为底色啊，传统硬汉文化打底儿的这么一个煤矿小镇，那像杰西这样的人呢，很可能就会面临更严重的孤岛效应啊，因为这个地方别说它离温哥华有1000公里这么远，就是距离最近的城市圣约翰堡呢，也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人际关系肯定很紧密，但这种紧密既是支持呢，也有可能是枷锁。因为你一旦发生什么霸凌啊，或者家庭丑闻，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那当事人几乎是无处可躲的，因为全镇的人都相互认识，那么自然也认识你啊。那么像杰西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自我认同，那么就像是落在岩石里的异乡的种子，它没有地方生根发芽。那么它不仅面临着认知的鸿沟，也可能会长期处于社交的某种隔离，甚至是一种群体的霸凌的这样一个漩涡之中。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他内心深处的那份身份焦虑和与外界的这种生存压力发生剧烈碰撞，而周围又缺乏有效的心理干预和救援机制的时候，那这个18岁的这个年轻人，在他人生的转折点上，那么也许就会选择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串致命的子弹，来作为他给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现在的坦布勒岭中学呢，已经被黄色的警戒线呢完全封锁起来。最近的1周，整个镇上的所有学校都处于停课状态。那么这个曾经象征着知识和未来的这个建筑呢，现在却成了这个城镇，甚至是全加拿大的一个伤口。那么我们今天就想聊聊，我们透过这个伤口，我们能看到什么样更深层次的病理呢？那么这个案件对加拿大社会又会带来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呢？那么要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呢，咱们就必须把视线呢先从坦布勒岭这个孤点移开，咱们去俯瞰整个加拿大的一个治安情况。长期以来在北美的语境里边呢，加拿大其实一直是扮演着那个温和、安全，而且控枪极其严格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过去几年的有关数据呢，你会发现这种安全感呢，其实正在逐渐产生结构性的裂痕。那咱们先来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么加拿大的治安是不是真的在变差呢？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在这儿呢，咱们就可以用一组这个硬核的数据来回答。那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在2024年底发布的加拿大刑事司法系统的年度报告，以及公共安全部内部流通的2025年度的治安综述，那么都显示呢，加拿大的涉枪暴力犯罪率呢，在过去10年间呈现了一个惊人的上扬的角度。具体来说从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间，全加拿大范围内呢，记录在案的涉枪暴力案件增长了约89.3%，咱们四舍五入就是增长了90%左右吧。这个数字呢，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数千起散布在多伦多、温哥华乃至这些偏远社区的枪击事件堆砌而成的。那么尤其是在2023年的这个 C21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呢，虽然合法持枪的门槛被大幅拉高了，
但是非法黑枪案件的检出率却在2024年的逆势上涨了12%。那么这说明呢，法律是在变得更严格，但是法律的严苛和现实的混乱之间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去更好的理解这种真空地带的存在和它的恐怖呢，咱们也必须回顾一下2020年4月发生在新斯科舍省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屠杀案件。因为很多加拿大以外的朋友或者是新移民的朋友可能只听说过，但是并不了解它的细节。那个案件呢，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单人作案，凶手加布里埃·沃特曼呢是一名牙科技师。他在长达1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伪装成了皇家骑警，驾驶着一辆改装的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警车呢，在省内多个社区流窜射击，最终导致了22人死亡。那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有特大伤亡，而是你把2020年的沃特曼和今天在坦布勒里的杰西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加拿大的这种恶性枪击案呢，正在呈现一种高度的美国化的特征。那这种特征不是说枪多而是那种独狼式的长时段和高仇恨的作案模式。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案件的3个表面的共同点之外呢，那我想在他们每一个血腥的现场，其实也都留下了一些具有共性的证据的要点。那么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的回声壁效应。在2020年的这个案子当中呢，当事人沃特曼虽然没有像杰西那样有明显的这个跨性别者这样一种身份的挣扎，但是他其实也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回声壁效应。他在作案前呢，就长期处于一种社交孤立的状态。他在网络上，在论坛当中呢，是疯狂地沉溺于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偏执性的怀疑和对个人挫折的一种极端解读的状态之中。其实据说当时周围的人呢，已经察觉出来沃特曼的一些这个异样比方说他在收集旧警车，还在囤积一些奇怪的东西后来就是知道是武器。但是当时的加拿大的这个治安系统呢，对他这种独狼的这种行为呢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尽管他在网络的这种回声当中呢，不断在强化自己的这种暴力的正当性，但是现实里边却没有一个机制或者没有一个理由呢，能够打断他这种自我催眠。那么这种效应呢，在2026年的今天呢，那么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和这个包括网络生态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算法呢会精准的给那些心理失衡的人呢去投喂更多的关于仇恨的信息。那么我们想，更依赖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生活和寻求自我认同的这个杰西，那么在他身上这种情况几乎是重演了的。那么第二一个共性呢，就是这些案件都是针对脆弱节点的精确打击。那沃特曼当时是选择了防御比较薄弱的偏远小镇和农村，而杰西呢，他选择的是校园。那么这也反映出北美的治安方面的一个通病那么远离大城市的这种警力比较密集的地方，那么像坦布勒岭这样的这种类似像安全孤岛呢，它几乎就很难能够及时组织对抗这种高强度火力的这种能力。那么第3个共性呢，就是所谓的心理危机的武装化。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在此前的一份内阁简报里称说近5年内加拿大发生的这些恶性枪击案件中，有超过70%的凶手呢，在作案前都有过长期的心理咨询记录或者是社区求助记录。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呢，只能给他们报警的权利，却没有给他们自救的能力。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这个杰西，他们家呢在出事之前曾经有过多次警察因为接到心理方面的原因导致报警而上门的记录，也曾经呢收缴过他们的枪支。但是呢，因为他们有这个合法的这个持枪资格，最后呢这些枪支还是归还给了他们。那么你看，如果当家里的人将家里的某个成员感觉到心理濒临崩溃的时候，或者你发现身边的孩子像杰西一样产生了这种极端的倾向，你又能求助于谁呢？警察只能处理一些这个极端的情况，但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青少年的心理服务点就是有一个名叫北极星的一个小型的这么心理咨询中心。但是调查显示呢，这家中心长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资金缺口，每个礼拜呢只能提供有限的咨询时长，那么预约排期呢甚至已经到了3个月之后了。
那么学校为什么不管呢？坦布勒岭中学呢虽然配有辅导员但是现实呢是非常讽刺的。在当前的这个考核体系下呢，这些辅导员的工作重心呢被死死地锁在了升学率和职业规划上面。他们忙着帮孩子们改简历、申请大学的这个奖学金贷款什么的，却几乎没有什么精力和专业能力呢，去识别一个在性别认同和社会孤立当中挣扎的青年的危险信号。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说老白你也别把这事情太过于放大，这些凶手呢都是基本上是不正常的人他们都有某种心理疾病，咱们也不能太泛化。但是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轻松。那么根据有关的研究指出呢，北美枪击案频发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心理疾病，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心理崩溃。那么精神病学时报呢，在2024年就曾经有过一篇专门的学术文章，美国的暴力预防项目研究中心呢也有过一个专门的研究这个项目。那么他们的研究结果呢，就彻底挑战了枪击案主要是源于精神分裂症什么的这种说法的误区。事实上，精神疾病呢在枪击案件中仅占到不到20%的诱因。那么更多的这些施暴者呢，是因为受怨恨、绝望和愤怒而驱动的年轻人。他们往往经历过，要不然是早年的什么创伤，或者是由于现在的一些这种困境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一种权力感。他们认为自己呢理应获得财富、权力认同或者是情感方面的成功。但是当实际当中的法律和经济上的现实无情地剥夺了这些预想的成功路径的时候，那么这些施暴者又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容易陷入一种被称为叫做侵略性自恋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这些已经陷入到极端状态中的个体呢，就会认为社会欠了他们一份成功，欠了他们一份善意。那么杀戮和在世界舞台上留下这种血色印记，也就成了他们夺回这种权利的唯一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北美的这个枪支文化呢，就为这种心理崩溃提供了致命的工具。那么在施暴者眼中呢，枪支不仅仅是武器，它更是一种权力的最高物化。当法律没法通过文书或者是法官来给予他们某种公正感的时候，那么枪支就是一种即时的压倒性的权利。所以呢，在这些枪击案中呢，往往也伴随着很高的枪手自杀率，有统计说大概有50%以上。那么这也说明呢，许多施暴者在开火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跟这个社会的彻底切割。那么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种公共场所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杀戮，也是为了确信自己的绝望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共鸣和一种这个恶名声。这是一种病态的代偿。那么在现实当中无能为力，那么就在屠杀中掌控一切。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加拿大已经有这个非常严格的控枪法案了那么这比美国要强得多。那是不是这种案件将来也还会是一个比较少的个别情况呢？但是我在这儿呢必须要强调虽然坦布勒岭的凶手枪支来源还在这个调查当中但是呢有一个概念可能我们得重视，就叫做幽灵枪。那么这个幽灵枪呢，已经成为加拿大治安当中的一个新的毒瘤。那么所谓幽灵枪这个概念呢，除了指那些没有登记的通过走私来的这些枪支之外呢，更多还只是利用现在新的高科技就是 3D 打印技术生产核心零部件比方说这个枪的机匣，再配合上市场上流通的一些配件通过简单的加工就可以组装而成的攻击性武器。那么根据 BC 省的皇家骑警在2026年的1月份就刚刚的有一份通报，在温哥华的一个周边地区的一次突击检查当中呢，警方就缴获了14支完全是由 3D 打印而成的格洛克手枪的仿制产品。那么这些枪没有什么序列号，也没法通过现有的枪支的这个管理和登记系统呢去追踪它。你想，这要是流到社会上，那这一样是可以要人命的。所以这也可能是现在这个最讽刺的一个地方，政府呢为了所谓的这个枪支回购计划，投入了巨大的这个资金和政治资源，甚至这个事儿呢还导致了这个阿南德·桑加里这个公共安全部长的这个录音门事件造成了信任危机。因为大家会发现呢，你收缴的是那些可能更多是那些守法的老猎户手里的可能多少年都没想过的合法的猎枪。但是真正威胁社区安全的，却是那些在地下室里，在 3D 打印机的喷头下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这种幽灵。
那么在高科技的加持下，加拿大的法律的严苛程度和现实的安全漏洞之间正在形成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真空地带，或者说它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鸿沟。那么这种技术对法律的嘲讽呢，其实也正是2026年每一个加拿大居民心里边最深层次的忧虑之一。那么在分析完坦布勒岭的血迹和这个加美治安的这些共性问题之后呢，咱们也必须触及一个更扎心，但是也更具普遍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说美国的这个各种层出不穷的这个校园枪击案和这种无差别的这种袭击的事件，咱们已经屡见不鲜了。那加拿大为什么现在也开始愈演愈烈了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一个法治如此健全、个人权利被捧上神坛的北美社会，这种极端的个体崩溃反而成了好像是无法遏制的一种瘟疫呢？那么我认为呢，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当代北美社会的，也许是一个致命伤，我管它叫做纸面的权利和实际能力之间的一种灾难性错位。简单说，就是有权利而没有能力。当你走进任何一个北美的这个社区中心啊，你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法律手册。这个社区会告诉你呢，你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有性别认同的权利，你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啊。那么在法律的文本当中呢，是的，每一个个体呢都被赋予了极高的这个权利和自由，但是现实呢却不尽然。我们要看到一个残酷的真相，在北美，权利的行使是有门槛的，而且这个门槛呢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咱们还是以这个杰西为例啊，当法律赋予了他心理健康的权利，但是在坦布勒岭，当他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候呢，这个权利已经缩水成了心理诊所那个长达数月的排期表。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命题。那么对于广大的北美的这些家庭和居民来说，手里边握着那些宪法保护的权利，在面对具体危机时候呢，往往会是一叠兑现不了的空头支票。你有起诉的权利，但是呢，你可能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你有拥有房产的权利，但是你可能承受不了那个房产越来越高的持有成本。那么，当这种有权无力的挫败感呢，也就是社会戾气产生的温床。那么，要解释清楚这种错位感觉呢，也许刚才说的有点抽象。那我们来看看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医疗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绝佳的样本。从法律和价值观上呢，每个加拿大人都拥有免费医疗的权利，这听起来是非常文明，也是很先进。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体验中呢，这种权利有时候并不管用。那么最近的一个例子呢，就出现在1月份在这个曼尼托巴省，55岁的女教师斯塔西罗斯因为胸痛、呼吸困难呢，被救护车送往温尼伯的一家医院。但是呢，她在这个医院的候诊区呢，等待了足足有11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呢，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恶化。当他最后进入到诊室的时候呢，已经没法说话，声音都发不出来。不久之后呢，他就去世了。那么后来的尸体检查呢，显示他的死因是冠状动脉的疾病。他的家人呢，痛斥是系统性的延误夺走了他的生命。那么类似的悲剧呢，可不光光是在这个罗斯的身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呢，2024年的4月到2025年的3月这1年的时间呢，那么候诊期间死亡的人数呢，全加拿大至少呢有23746人。那么这些患者呢，是在等待手术，或者是已经在进行诊断扫描的时候呢，就已经死亡了。那么更令人担心的呢，是这个数字呢，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约3%。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在面对疾病需要救治的时候呢，陷入一种有医保权但是没有被救治能力的一种境地。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制度性的一种瘫痪。当你拥有手术的权利，却需要在手术名单上排队2年多的时候，那这种权利的本质呢，就已经异化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慢性消耗。那有的人是消耗不起的，那也就只能成为这种权利的代价。你看，尽管系统设计了一套完美的制度和逻辑，但是呢，在执行的末端却总是会出现意外瘫痪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也不光是在医疗领域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根据2025年加拿大智库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名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孤立》这样的一个报告显示呢，在加拿大年收入低于5万加币的群体当中有超过65%的人在遇到法律或者是严重的心理冲突时候呢，会选择沉默
或者自我消化。那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支付不起维护自己权利的成本。那我们得知道，这个成本不仅仅是钱。那么以法律援助和住房支持为例那么申请过程当中的这个繁琐程序本身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行政障碍了。那么对于一个正处在精神危机或者面临暴力威胁的个体来说，那么你要求得这份援助呢，可能你要填写数十份的表格，甚至要等待漫长的审核期，这本身就是对求助者尊严的变相的一种剥夺。那么也正是在这种迟缓的行政节奏中呢，危机呢往往就会提前爆发。不仅仅是这些低收入的群体那这种有权无力的现象呢，其实也正在让曾经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呢，陷入一种防御性的萎缩。那么，尤其是在2026年这个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很多加拿大的中产阶级呢，就发现了自己越来越成为了一群最尴尬的人一方面呢，他们太富了，没法享受那些针对贫困人口的各种福利救济。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可能又太穷，以至于没法像精英阶层和富人那样，通过私人资源或者财力呢，就能绕开低效的公共系统因为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我们比方说法律服务呢，就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商品化的资源。那么在安大略省呢，2025年的法律费用标准显示，一名初级律师的时薪就已经普遍超过了300加币。而高级合伙人这个级别呢，则更可能高达1000加币以上。那么相比之下，加拿大的中位工资的增长呢，远远跟不上法律通胀的步伐。那么这种差距呢，其实也就导致了事实上的一种司法不平等。那么富裕的个体或者富裕的企业，可以通过长期的法律消耗战，迫使那些虽然尽管你占据法理优势，但是你财力薄弱的对手呢，最终你得选择撤诉。那么当民众发现说法律其实是为有钱人准备的，这个共识这个民间的共识在现实当中被不断证实的时候，那么法律也就不再是解决冲突的容器，而很有可能会成为激化矛盾的助燃剂。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的孩子在学校遭遇了霸凌，当你的这个社区治安在恶化，当你发现自己的税务负担越来越重，而公共服务越来越差的时候，你手里那张选票所代表的政治权利能解决这些具体的生存痛点吗？那么研究报告也告诉我们，当民众如果意识到手中的权利没法转化为实际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法律没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时候，那么经济承诺也没法兑现的时候，那么社会契约就会开始松动，社会的信任就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崩溃。那么2025年的多项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显示，加拿大的这种制度的信心呢，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那么2025年那个著名的艾德曼信任晴雨表这样一个社会调查，就揭示出了这种深刻的信任裂痕。这个调查就显示呢，67%的加拿大人呢认为政府领导人在误导公众，那么61%的人呢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富有阶层的自私。那么更要命的是，这种反精英的情绪呢，不仅仅只存在于像过去一样存在在这个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口当中，而更多的已经开始侵袭到了年轻人这个群体当中。那么在18到34岁的年轻人当中呢，这个调查显示呢，竟然有67%的人赞同某种形式的敌对激进主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人倾向于去激进呢？因为数据显示另一个要命的这个情况，就是只有约30%的民众呢是信任传统的这个大媒体或者官方媒体，那么大量的年轻人呢，那么转向了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那么在这个信息茧房当中，原本孤立的个人呢，他的挫折就更容易被激进的意识形态、仇恨的言论，或者是一些包括一些枪支文化等等亚文化呢所俘获。那么坦布勒岭的这个枪手杰西呢，也正处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么他在这种极端的孤立的这种状况当中呢，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通过网络接触到了这种鼓励暴力、美化所谓的这种同归于尽的这种亚文化。而这些亚文化呢，恰恰利用了年轻人对现实世界有权利无能力的这种普遍的挫败感。杰西案件的爆发呢，只是这种契约断裂在极端个体身上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知道露在海平面之上的可能只是冰山的一小部分，那么在海平面之下的真正震撼的，也许是无数个原来中产家庭呢正在这个系统当中呢黯然离场。
坦布勒岭的这个枪声呢，其实是一个警钟，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只给民众权力的居民，却在这个经济下行、治理失灵的过程里边剥夺他们自救的能力，那么这些权力最终可能会变异成为愤怒和绝望。那么整个北美社会这种极端个体的暴力案件频发，其实是深层次的制度失灵的一种表象。如果没有真实的能力去支撑那个权力，那咱们所谓的自由，其实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沙滩上的堡垒，大浪一过呢，满目疮痍，社会契约也会从内部开始腐烂。塔布勒岭那10条生命呢，不仅仅是杰西他个人的犯罪，更是这套权力与能力错位体系的一次血色总账。咱们聊了这么多呢，最后可能就大家会问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原本好端端的系统会崩塌呢？为什么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些医疗啊、心理干预啊、基层治安这些自救能力，会在近2年的加拿大好像明显的出现了集体缩水的情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把视线拉回到4000公里之外的渥太华。因为在这个坦布勒岭的枪声响起之后呢，卡尼总理呢做出了一个让外界颇为疑惑的举动啊，他推迟了去哈利法克斯发布国防工业战略，那么也取消了前往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行程。那有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国际会议那么重要，说取消就取消吗？官方给出的理由呢是处理国内突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啊，但是呢，也有很多观察家说这个是卡尼借这个事情呢要进行一次在国际上必要的战略收缩和避让。那么在2026年初这个时间段呢，咱们都知道啊，随着格陵兰危机、关税压力等等啊，包括达沃斯的这个讲话，那么美加关系呢是也紧绷到了极限。那么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到底是个什么场合呢？那其实是另一个国际政治的修罗场，那是特朗普要公开敲打盟友啊，拿着这个要增加国防预算等等，甚至把关税大棒都要举到卡尼面前的那么一个地方。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不明白，说卡尼不是已经顶住压力，把国防预算承诺提高到了 GDP 的5%了吗？他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啊！这个数字也远超过这个原来的什么这个北约的2%。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慕尼黑会议这种关键场合临阵脱逃呢？那答案呢，就还在账本里。卡尼现在呢，必然是处在一种内外双重超载的这个极限状态之中。那外部的情况咱就不用多说了。这个重返白宫以后的特朗普呢，那是肯定是对加拿大，那就是其实各种情况背后就一个字儿，就是钱。那不管是利用关税还是领空主权啊，进行这个极限的勒索。那么卡尼原本是想带着那份雄心勃勃的国防工业战略啊，去慕尼黑去博弈，那么在这个为加拿大呢换回一点这个主权的空间。但是呢，在坦布勒岭这个枪声呢，我估计可能也把他给震醒了，把他拽回到了另一个层面的现实当中。他应该会意识到说，大国博弈的野心是需要有足够的内部韧性来去支撑的。那么这种韧性呢，其实不仅仅是包括经济资本，那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社会资本。那什么叫社会资本呢？那么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在他著名的这个独行保龄球当中呢，就有明确的定义。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以及多层次的社会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的行为呢，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说白了，社会资本的本质呢，它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一种缓冲区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说白了，它可能就是一个可能不花什么钱的一次活动，或者是一次谈话，甚至可能是一次温暖的一次打招呼或者一个关怀的问候。但是呢，这些情况呢，其实往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内部韧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社会资本出现短路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润滑剂失效的时候，它的原因往往背后就是经济资本，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咱们举个例子，一说就明白加拿大的这个议会预算官员就警告说，5%的国防目标将使加拿大年度的财政赤字呢增加630亿加币。这可能还没算已经逐渐这个增加出1倍的这个 F-35战机综合采购成本，或者是那个现在看起来需要更多资金以便加快速度的那个枪支回购计划。那这些地方的钱要多花，那其他地方就肯定会缩水也就是必然会挤占未来在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常规社会服务领域的增量预算。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这个住房补贴，那么现在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项建筑工业的战略扶持计划，而不再是过去单纯的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加拿大每10个需要心理咨询的人里边，现在得有1个人就得等待超过4个月以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26年，就是今年1月份，全国有80多个社区组织发出了联合的预警，说针对暴力受害者的联邦法律援助资金即将在3月底彻底断供啊！你有那头，这头自然你就得受这个委屈。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卡尼的面对的现实，他手里是有一张大额的支票，但是他需要把这张支票签给 F-35，签给大国博弈的那些筹码，但是在这张支票的背面呢，那你就不能不写上是坦布勒岭那些绝望少年的求救，和无数中产阶级在急诊室、在法庭排期表上的漫长等待。那这种此消彼长呢，也许就是这个乱纪元里边我们要面对的真实的代价。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观察家眼中呢，卡尼正在为加拿大打那一场宏伟的翻身仗啊，也有人称之为叫 B 计划，那个试图绕开美元的霸权啊，重塑强韧加拿大主权的这个构想。如果成功呢，确实可以让加拿大在这个乱世当中呢活下去，甚至还活得不错。但是坦布勒岭的这个悲剧呢，也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一个问号：一个国家的宏大叙事该怎么同时保护一间普通的教室呢？那么同样带着这个问号呢，卡尼他必须在强国和安民的钢丝上呢走下去。他的面前是波诡云谲的国际棋局和变幻莫测的特朗普那张脸，而他的身后呢，是那些曾经鲜活却因为内部系统一次短路而永远被定格在2026年2月10号的那9张面孔。那么卡尼究竟能不能在内忧外患之间为这个国家找回那种丢失已久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那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最终等来的又会是什么呢？是 B 计划的宏伟最终吞噬掉了具体的个人，还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加拿大式的繁荣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接着聊。